欢迎收看《生命的远征》，聚焦东非大迁徙。我是舒梦兰。四季更迭改变地球的模样，也创造出伟大的自然奇观。其中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场景，就发生在东非的大草原。每年7、8月，有200万头的牛羚和斑马会顺时针绕行坦尚尼亚和肯亚，路程长达3000公里，但途中会遇到各种食肉者的埋伏。被称为是地球上最惊心动魄的生命旅程。我们这次前进东非大草原，从空中、陆地和水面，直击地球上最壮阔的奇景——动物大迁徙。8月，东非的马拉河畔，此时正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氛。伺机而动的肉食者垂涎等待着徘徊在岸边的大餐——黑尾牛羚。尽管前方危机四伏，但牛羚必须往前冲。明知渡河逆境重重，牛羚为何要这样勇猛地挑战死神？3000万年前，地壳板块运动，非洲大陆在此撕裂重生，造就这条陆地上最大的断裂带——东非大裂谷。裂谷两侧断壁悬崖，山峦起伏。非洲最高峰吉利马扎罗火山，山峰雪线超过5000公尺。火山喷发的矿物，千万年来肥沃了两侧的平原和湖泊。这一带也是非洲地势最高的地方，气候温和凉爽，雨量丰沛，野生动物都选择在这里栖息。其中，在坦尚尼亚的塞伦盖体平原，丰盈的水草更吸引上百万头的牛羚和斑马聚集。这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草食动物聚会。但分散的水域，干湿季的更迭，挑战着生命的极限。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移动。
的马赛马拉动物保护区，每年的7月底，随着干旱来临，黑尾牛羚和斑马大约200万头的草食性动物就会从坦尚尼亚迁徙到这里，寻找水源和绿草。牛角、马面，一身长染的牛羚，深知大自然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它们甚至可以听到50公里之外轰隆作响的雷雨声。6、7月，当非洲烈日烤干了塞伦盖提平原，绿草被吃得差不多时，饥饿就驱使着牛羚跟随着湿土气息，隆隆北迁到相邻的肯亚马赛马拉草原。等到11月雨季来临前，再回到原居地塞伦盖提。就这样，年复一年，本能的召唤之下，百万牛羚追逐着雨水和绿意，顺时针方向缓缓绕行坦尚尼亚和肯亚。这是一场长达3000公里史诗般的大迁徙旅程。牛羚修长的体型非常适合奔跑，但在这场求生的赛跑中，它们并不孤独。20万头的草原斑马是迁徙大军的先锋，它们先用牙齿扯去粗硬的草茎叶尖，底部新生的嫩草留给爱短草的牛羚。经过牛羚啃食施肥过的草原，嫩草再度发芽，就正好是走在后头大约35万头瞪羚的美食。没有时钟，没有组织，150万年来，100万头的草食动物成群合作，跟循着前辈费洛蒙的痕迹，一头接一头，越过绵延不绝的永恒大地。但长达3000公里的大迁徙，绝对是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远征。牛羚们得和大自然斗智，最严峻的挑战就是马拉河。上万头牛羚在河边集结，一场骤降的大雨驱使着它们渡河寻找新生绿意，但恐惧也在空气中弥漫。年轻成员不明就里，只有本能地跟随群体，但有经验的前辈们却踌躇了。因为他们一定还记得，在渡河点等待的是他们永远跑不赢的死敌。你现在所看到这一条河就是马拉河，也是整个东非动物大迁徙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场景。因为数百万头的黑尾牛羚，它们从坦尚尼亚要迁徙到肯亚的时候，必须要通过这一条马拉河。但是河里面却充满了数百条的饿了一整年的尼罗河鳄鱼，而且在岸边的树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秃鹰在虎视眈眈，它们都会趁着黑尾牛羚在通过河的时候攻击它们，因此这个渡河的场面是相当的惊险。黑尾牛羚也面临他们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次大迁徙，他们能不能成功？我们即将见证这伟大的画面。奔腾、跳跃、奋力勇渡、
无情的湍急河水，在饥饿与恐惧的十字路口，在生与死的交界上，百万头牛羚兵分多路，生死关头下的挣扎呻吟，合奏出这支地球上最壮阔的生命交响曲。但经验老道的鳄鱼立即锁定目标，那是一头被树枝卡住的小牛羚。经过这场血腥洗礼后，幸存的小牛羚将变得更强壮、更睿智。只是多数成功者背后，可能是少数成员疯狂的陨落。这头牛羚在下坡过程中摔断了腿，同伴们成功渡河，它却腿倒在地。更令人担忧的是，陪伴他的竟然是他的死敌。我们一度以为跛脚小牛羚试图逃走，却没想到它一步步向死神逼近。嘴巴张开了。天哪，鳄鱼嘴张开了，张嘴又合嘴，这只母鳄露出锋利的牙齿，似乎在对小牛羚发出严厉警告。一头没立即逃跑的跛脚牛羚，一只没大快朵颐的凶猛鳄鱼，竟然反自然地僵持好几分钟。我们不太懂为什么这只黑尾牛羚要靠近它的敌人鳄鱼。可以看到鳄鱼的嘴巴已经张开。Oh, please don't go! Oh my god! Oh no!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I think it's playing a Russian roulette or something. 小牛羚终于嗅到了死亡气味，不再前进。但它到底在想什么？是出生之毒，天不怕地不怕，还是跛脚之后对生命放弃的自杀行为？这恐怕是史上第一只如此靠近鳄鱼嘴却又能活着的幸运儿。This i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because most of the time we see them being attacked in the water. But right now, you can se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is less than half a meter, which is quite extraordinary. Unfortunate for the wildebeest because either way, it has to die because there's no grass to feed on, and as you can see, right behind it is a crocodile. The reason why she's not attacking is because most probably she must have fed a lot, so she's full. You know, that's the reason why she's not attacking the wildebeest. But who knows? She might decide to snap next minute. 一番折腾，小牛羚认命倒地，无望等待生命的尽头到来。而站在岸边的我们更是无能为力，只能接受这大自然物竞天择的残酷逻辑。
大迁徙是一趟弱肉强食的淘汰之旅，牛羚们面临的挑战一波接一波，因为知道牛羚迁徙时钟的不只有鳄鱼，